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很扎心的。在北上广深，为什么那么多的单身姑娘，她们自身都不错哈，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很难维护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呢又无能为力啊。28岁的茵茵哈，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工作，长相很甜美，身材气质都很佳，高知家庭的背景哈，按说呢，她这样的综合条件已经不错了。其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也不乏一些条件很优越的男士。但是她说哈，从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谈了很多段，都很短暂哈，没有一段是维持了半年以上的。她就很纳闷嘛，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其实主要是她们这些姑娘啊，不太了解哈，在1线城市里，她们这样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第一类呢，就是好大叔。好大叔呢是有钱啊，也愿意给你花钱，然后呢也很喜欢你，对你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啊，就有点难了。因为好大叔的缺点就是花心啊，见多识广啊，你很难拿捏他的呀。因为啊，喜欢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啊，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啊。那第2类呢，就是精致精英男，他们家境好，学历好，圈子也很好，房车都有，收入也很高。他们可能呢，就比较小资哈，生活呢很讲究品质，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哈。他会很温柔啊，情商也很高，很懂女人心，说你爱听的，花钱也比较大方。那么你的恋爱体验啊是相当浪漫的。但是呢，他们却有个特点，就是哈，一起吃喝玩乐啊，他是可以花费的，但是呢，不太会愿意啊单独为你去花钱，特别是大笔的，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啊，香奈儿啥的啊，就不太可能了。你会体会到哈，他很算计的。你一旦离开了他，你就发现你其实啥也没有，除非你深得他心哈，可能会是个例外。但是这样的男人啊，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他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也很难搞。第3类呢，就是事业男。这一类人呢，以事业为中心，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功。那么他们呢，相对来讲就非常现实。如果他是刚开始创业的人，那么他一定啊想找一个合伙人，要么你的家境不错，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要么你的人脉很好，可以给到他渠道上的帮助，要么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啊，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被短择的关系。那种事业已成的，他很快就转化成第1种了啊，好大叔。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破圈呢？现在正常人都变少了吗？来相亲的男生女生啊，经常啊说现在找个正常人啊谈恋爱都非常的难，真的那么难吗？男生是这么说的啊，现在的女生啊，要么就挺渣的哈，男朋友同时谈好几个，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自己当哪个啊，要么呢就是遇到很捞的啊，天天跟你要这要那啊，物质的不得了，跟他在谈恋爱，太穷了根本谈不起，最后可能一句话不合适啊，让你人财两空。要么呢就是遇到普信的哈，天天觉得光棍3000万哈，自己根本不愁嫁，得好好挑挑选选，各种 PUA 你打压你哈，让你觉得自己啊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不行。还有慢热女哈，明明就是不喜欢嘛，说自己慢热，要男生的态度哈，找到感觉才能确定关系，就不知道要谈到猴年马月了哈，他才能有感觉。总之呢也等不起啊。还有呢作女，谈个恋爱吧，把男人当奴仆啊，各种要情绪价值，各种宫廷式的伺候啊，各种当跟班哈，男人们还受得了吗？啊，那女生怎么说的呢？啊，也有不少怨言哈。他们说现在啊，抠门男是最不能接受的哈，舍不得花钱啊，拿不出态度，还要求女生跟他谈恋爱确定关系，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结果了啊，不播种啊，还想收获呀，纯粹就是想白嫖嘛。谁又不是傻子，好不好？还有那种凤凰男，一毛不拔，还想跟女人蹭吃蹭喝啊，动不动要搞个什么项目，还让你投资给他花钱，一副想吃软饭的样子哈，真可恨。还有一种巨婴男，可千万别碰上了，他可是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的，内心就是个小男孩，情绪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自理，最后给你扔个烂摊子让你收拾啊，谁受得了呀？最可怕的就是渣男了啊，那手段太高明了，话说的好听，事儿做的好看啊，钱呢也会给你不少花，但人家就是跟你玩玩啊，不会把你娶回家。
最后呢，还有一种摆烂的啊，躺平了，你爱谁谁吧哈，人家就像爷一样的心态，不追求不讨好，你愿者上钩吧，这辈子啊，不娶媳妇儿不生娃也能过得很潇洒，一言不合就冷暴力啊，懒得理你，佛系人生了啊。咱就说说啊，这世上还能有正常点的吗啊？我都替他们着急了，真的是挺难的。为什么现在只要女生一开口要东西，恋爱就容易弹簧呢？95年的姑娘跟我吐槽说哈，她去年相亲相了几十个男生，其中呢也接触了7、8个哈，每一次啊她都会试探性的啊让男生给自己买礼物啊或者转账啊，她一直都认为呢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是谈恋爱的时候对男生真诚度的一个试金石。有句话不是说嘛啊，男人的钱花在哪儿啊，他的心就在哪儿。但是哈，她发现现在啊就很奇怪，每一次啊只要他哈，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的，这个关系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比如说有的男生哈，直接就不跟他聊了，还有拉黑他的；还有的男生呢哈，买完东西就想确定关系，就想亲亲抱抱。这个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哈，认识的时间那么短嘛，太快了吧，自己还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可能确定关系呢？所以我一般都会拒绝。但是只要我不同意啊，好像男生们就不再追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谈个正常的恋爱怎么这么难呢？你说现在的男生到底咋想的呀？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你为什么一直都是单身嘛？啊，都说哈，男的大龄单身，一般都是因为他穷，而女人呢，大龄单身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你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一个87年的女生哈，她跟我吐槽她这几年的相亲经历嘛，啊，真的也是没谁了啊。她说呢，这几年她相了不下几十个男生了，要么呢就是人选不合适啊，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啊，还有呢，有的人还给他介绍离异带娃的，他觉得呀，一结婚就有个娃了哈，这也太离谱了。要不呢，就是相处方式啊很另类，根本接受不了。总之呢，没有什么正常人啊。我让他举几个例子给我啊，我给他分析分析。结果他说呢，啊，比如说有一次哈，有一个男生呢，第一次见面啊，都已经走到跟前了哈。还拿着个手机各种在那儿对比哈，最后呢我都已经把他认出来了，他还没把我认出来。然后人家还来了一句，哎，你这个照片是 P 过的吧？都没敢跟你打招呼啊，我怕叫错人了哈。我这一听啊，这话真的是多让人下头啊。还有一次啊，有一个男生哈出来见面哈，连杯奶茶都舍不得买呀，还别说请我吃饭了，哎，就让我啊直接去公园里找他。见到人了之后啊，他呢就带着我在公园里哈快走了好多圈，他说呢这是顺便锻炼个身体。哎呀，我当时就在想哈，你这是到公园锻炼身体顺便相个亲吧？哼，当时我还穿了一个几厘米的小高跟鞋啊，我就啊连走带跑的跟他走了好几圈哈，气喘吁吁的呀，顺带着呀聊了一下彼此的情况。你说这情景是不是跟周星驰的电影情节都差不多了呀？当时啊没把我给累死了，回家呀发现脚都肿了。后来呢还有一位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嘛，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啊，也不太喜欢啊，我就说我们不接触了吧。结果呢没有过2天啊，这个男的就把这2个月所有的花销都记在账上了啊，让我跟他 AA 分账。还有啊，他送我的礼物啊一并要还给他。我当时真的有点气都不打得一处来了，这还算不算个男人呢哈？有没有点气度啊？难怪他脱不了单呢，找不到女朋友呢，这不是活该单身吗？那我就问他了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就跟他说啊，其实这几个男生的表现呀也并不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也有些问题吗？首先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都 P 成那样了，人家呀认不出来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因为他是个直男嘛，所以自然就脱口而出了嘛。其实啊，这样的男生啊，他也没有什么心眼啊，人应该是不错的。就这一句话呀，你都不会选他了，对吧？第二个男生呢，之所以啊，他很随意的跟你去见面哈，是有他的问题，但是你也应该事先问好，到底是到哪儿约会啊？具体咱们是什么形式啊？等等嘛。你都30多岁的人了啊，如果你知道是去公园，你为啥要穿个高跟鞋呢？这个呀，你也不能全怪对方的，对吗？这个基本常识嘛，好不好？第三个男生呢，我觉得啊，
虽然他有点过激了，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要想一想哈，一个30多岁的男人哈，应该没少相亲的。他们男人这个恋爱成本确实挺高的，现在。最后他越往后相亲啊，他越不想花了。不成的话，大笔的钱他肯定是想要回来的呀。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所以呢，也是能理解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都理解不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咱们真的还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的。大家说对吗？33岁以上的女生哈，你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同样是年薪100万的男生和女生，区别怎么就这么大？一个33岁左右年薪100万的男生在相亲市场啊，他就是个香饽饽，他可以选择很年轻漂亮的女生，关键的是这些年轻漂亮的女生呢，也都愿意嫁给他。而一个33岁以上年薪100万的女生，你却无人问津，因为你跟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生啊，择偶要求啊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竞争不过他们，人家就是比你的胶原蛋白多，腰就是比你细，腿就是比你长，娃就是比你好生。你别说男人肤浅哦，那些条件差的男人啊就不肤浅，你嫁吗？你说你也能吸引弟弟啊，找个小的，那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哈，别犯傻。你别忘了弟弟也是个男人啊，所以在他的骨子里呢也是肤浅的。之所以现阶段他能接纳你，那是因为啊他可能需要你的钱，而那些年薪100万的男生不会选择你，是因为啊你的钱他又花不到啊，所以你的钱跟他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相亲市场里啊，年薪100万的男性啊很受欢迎，而年薪100万的女性呢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你们说对不对？我想再次奉劝大家哈，谈恋爱啊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2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啊，她感觉啊跟男朋友快分手了哈，该怎么办啊？都谈了5个多月了啊。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啊，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哈，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哈，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哈，连接吻啊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哈，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啊？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哈，见家长呢提是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啊，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哈，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啊，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啊，以你为中心啊，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哈，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啊，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啊，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啊，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啊，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啊，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啊！就这么谈下去啊，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最近有个女生啊，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啊，
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两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啊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微醺的状态啊，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离开了。这一上车呀，女孩就倒在后座上没说几句话呀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就有点复杂了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住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女孩突然就有动静了原来是要吐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她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两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后面问题就来了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男生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让女生给他开门女生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相亲现场总是这么狗血的吗？27岁的姑娘跟30岁的小伙相亲刚刚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然后这个姑娘呢就灵机一动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真是一模一样的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要不然就说说条件，说说要求吧要不你先来吧。于是呢，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也不太喜欢开车，上班呢坐地铁挺方便的，工资大概20万就这些吧。然后自己呢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性格好一点的，能一起同甘共苦的，能过日子的。女生听到这儿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她说不是吧，媒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是个富二代，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实话实说不行吗？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于是男士说那抱歉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有500平，上班因为太远了，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方便嘛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不太方便那么张扬，而且租房子离单位特别的近没有必要开车，地铁2站就到了，也很方便的。收入方面的话呢，工资就是这么多，家里的公司呢也有个职务，所以1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她的脸色才正常了。于是她就说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学历呢是硕士，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我的条件呢就这样我的要求呢跟你说一下吧。第一呢，我结婚的对象呢必须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房产，婚前呢其中1套要加上我的名字，另外1套呢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也可以过来生活，可以来住一住的。第二呢，我们老家那边呢彩礼是50万，婚礼呢是男方来操办。第三呢，婚后你的工资卡得交给我来管，家里的资产呢我也要参与支配。第四呢，我不太擅长家务，最好婚后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第五呢，他还没说到这一条男生就开始打断他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我都能办得到，但是我有点犹豫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什么问题你说吧。男士说，请问你的这张脸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最近有女生问我说男人年龄一大把了还没有结婚，会不会是哪儿有问题所以呢，相亲对象是不是最好是远离那些大龄剩男呢？其实我觉得问这句话的女人，你说对了。
他们确实有问题。相亲一定要避开大龄剩男的，因为你可能从他那里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你们加了微信聊天，你要是回复的慢，经常哦发表情包，他会直接当你是慢热，不会给你做备胎的，然后直接就拉黑你了。你给他发的照片啊，最好别 P 得太狠了啊，否则见面跟本人对不上号啊，可能他连饭店都不会去，顶多公园溜一圈，一杯奶茶都不会买。如果本人跟照片差不多啊，那才会去请你吃饭呀、喝咖啡呀。达不到的话，可能就各回各家了。你可别怨他让你白跑了一趟啊！谁让你发这种 P 得太过的照片骗他呢？你发真实的照片不就不会白跑了吗？还有啊，约会你千万别迟到太久了，迟到20分钟以上啊，可能等你到了地方，人家呀已经走了。你问他上哪儿去了，可能你会发现他已经把你拉黑了。吃饭的时候啊，别长时间的低头玩你的手机，不然啊，他可能会立马走人的。走之前啊，还会逼着你跟他 AA 啊。吃饭的时候啊，自己想吃啥呢？别满口随便啦啊，那他估计就是真的会随便的，你可别受不了。约会呢，就是吃饭、看电影、压马路啊，老三样。你要是嫌没意思啊，可以不来，他也没那个功夫啊，天天给你搞浪漫呐、搞惊喜啊，嫌麻烦。最多几次见面，他可能觉得就可以表白了。那表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花，也没有礼物啊，也没有什么仪式的。要么你就答应，要么你就拒绝。那你要是回答他处处再看吧，他可能就不打算再跟你处了，还是下一个啊。他给你花的钱，可能他得给你算算啊，因为他有钱，他可以拿去健身啊、护肤啊、旅游啊、买衣服、买房买车啊。他可能会给你展示他的财务情况，但是呢，他的钱给你看看的不会给你花，更不会让你分的，除非你愿意做他的女朋友了他呢可能才会心甘情愿的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谈恋爱的时候你想要啥就开口说，别让他猜来猜去的，心太累了。如果你们没有走到最后，他可能会全额要回给你买礼物的钱，你可不要骂他小气没格局。他觉得凭什么要给别人的女人花钱？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好事儿。还有你别用分手威胁他、试探他说过2次分手他可能就会真的跟你分的。别要求他给你手机密码，那还不要了他的命这就是大龄剩男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子？从一个白月光的男人变成了今天这种苍蝇屎，还不就是被女人给调教出来的吗？你们说是不是？